来，玩具背后的故事，讲一些你不知道的玩具背后的一些奇闻秘事。今天我们就来玩一个更有意思的东西了，虽然说也是一个 NA 家的重涂作品， NA 的镜像幻影透明的一个版本，很漂亮。但是呢，每一次玩外包装峰会的这个梗的时候， NA 都会玩一些游戏的封面啦、电影的海报啦，这些东西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但今天的这个东西我确实有了点难度啊。在找一些资料的时候，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外包装的感觉，它明显就是一款赛车游戏的封面，所以呢，我的方向也定义为了很古早的一种形式嘛，我就往了 FC 时代去找。通过我把 FC 日版包括 NES 美版的一些游戏封面进行了比对之后，我发现并没有一款相似的地方。后来也是绞尽脑汁，突然之间自己就陷入了一个迷圈里，绕不出来了。但是上了个厕所，抽了根烟，静下心来以后呢，我发现了这个封面的底子它是灰色的，然后我发现我的找的方向去错了。其实熟悉电子游戏发展史的一些玩家们应该知道，雅达利的游戏在那个年代，它的封面其实就像现在看到的一个样式，雅达利2600上推出的这一款名叫首发车手的游戏。说起来嘛，这个游戏的封面找到了本来就完了嘛，我已经觉得这个事情完事儿了。但是我在查首发车手游戏的背后的故事的时候，又找到了比玩具和游戏本身更有趣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啊，在那个年代80年代的雅达利可以说是在整个的游戏领域里边的龙头老大。现如今啊，我们不管在玩手机游戏，还是任天堂当时主打的好玩向的 Wii、Switch，还有 PlayStation、Xbox 的一些摄像头，这些都有体感游戏的存在。我们一直以为这些体感游戏是现代的游戏开发商想出来的点子，其实在80年代，也就是说40年前的雅达利，他们就已经想到了推出体感游戏。而没错，这一款首发车手就是体感游戏的鼻祖之一。没错，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像是健身动感单车的东西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身的动感单车，名字叫做 Puffer， 也是当时在1982年的时期，雅达利想推出的一款周边设施。其实也能想象得到，已经垄断了整个游戏行业的龙头老大，要进行新一步的改革的时候，他总会想到一些奇思妙想的点子。而恰逢1984年即将迎来美国奥运会的一股运动的热潮吧，想必到时候全民运动的一个潮流将会是非常显著的一个宣传效果。所以雅达利把健身、锻炼和游戏本身融合到一起。当然雅达利也想得明白嘛，现在的游戏市场无非是男孩子这些玩家多一些，他们想吸引的是更多的女性用户一起来玩游戏，甚至把游戏打造成一种可以健身、减肥、美丽的存在。所以这一款也是被高层寄予厚望的，所以他曾经推出了不同3个版本的企划。那首先第一个专业版就是身上可以连接一些心跳了、脉搏了，还有血压的监控设备，这些可以放在专业的健身房或者说医疗机构里边进行一些训练。当然同时你也必须买一台雅达利的游戏机了。第二种版本商业版，它是放在街机厅里的，而这个脚踏车上边还内置了投币的机构，也就是说你想健身，你想锻炼身体，以后不用去健身房了，我们直接去街机厅里就可以健身了。第3个版本为家用机版本，在家里就可以足不出户进行运动，而它的操作方式也是非常便捷的。就以这款首发车手为例吧，它的脚踏板来回运动，控制你屏幕里赛车的前进，也就是说相当于人力的发动机吧。而雅达利的那个像飞机操作杆的一个手柄，则是来控制赛车的左右方向的。其实这个想法真的非常棒啊，而且在40年前就能想到这么天马行空的一种周边设施的玩法，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可惜在后来吧，雅达利的落寞，这个帝国的覆灭，甚至到了整个欧洲的游戏产业一蹶不振的时代，最终也是终于被任天堂的 FC 又带起来新一波的辉煌。当然在欧洲那边发行的就叫 NES 了。所以我们聊了这么多嘛，也是因为一张外包装的峰会啊，又聊出来了很多的故事。其实作为一款重图像的玩具嘛，
本身一个模具的设计我们早已经很熟悉了，其实发掘一下这些外包装了或者玩的一些梗的背后的故事才是最有趣的。那么外包装我们就看到这里。好，我们直接来看实物吧。因为是一个重涂的版本，所以它的一些配件内容和之前的原色版是差不多的，但这一回的镜像配色，它的透明件用的是非常漂亮，我超喜欢这个纯透明色的一个轮子，很亮丽的感觉，而且在身上的合金件也并没有减少，加上了银色的一些涂装点缀以后，和这种发茶色的一个黑色透明零件，让这款镜像的幻影展现出来的一种车型的感觉还是非常亮丽的。然后我们就直接也开始它的变形过程吧。好了，完全变形完成，就是现在人形的样子了。这一次 NA 的一个透明的零件吧，其实配的还是挺漂亮的，黑白的这个配色做成了纯透明的板件，让整个的幻影身形也亮丽了起来。变形设计还是非常好玩的，逻辑的压缩感特别的强，每个零件的运用也是非常巧妙的，同时融入了一些合金件，也让一些容易坏的地方不至于那么的断裂。一体变形的肩炮算是这一款幻影的一个亮点吧。总的来说呢，这一款镜像的透明幻影还是非常好看。总的来说吧，用透明件来做镜像的幻影，这一点其实是非常棒的，很符合幻影的角色人设吧。而且 NA 的透明件用料还是值得放心的，非常不错的一种材质。那这一集玩具背后的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